为了把萧齐安送上皇位，我们崔家倾尽全族之力。可就在封后大典这夜，他亲手端来了一杯毒酒。陛下，若仪，先与朕饮了这杯合欢酒。陛下，这酒……这杯酒不是合欢，而是鸩酒。当年为了得到崔家之事，朕隐忍数年，娶你入门。赐婚圣旨下的那日，月儿当夜便吐了血。我们大婚当晚，她心痛欲绝，咽了气。乔月儿，那个落选的乳娘之女，崔氏全族呕心沥血扶持，竟比不过一个病死在后院的女人。若非你崔家势大，母后逼朕娶你，她怎会心碎而死？朕眼看着她吐血而亡，却还要与你这毒妇虚与委蛇。如今朕贵为天子，这皇后之位只能是月儿的。来人，皇后暴毙，传旨迎乔氏牌位入宫，追封为圣德皇后，葬入皇陵。至于她，扔入陪葬宫女的册领。崔氏一族居功自傲，意图谋反，即刻满门抄斩，9族连坐。小姐，您怎么了？可是冻着了。春柳，上一世他为了替我伸冤，被萧齐安赐了杖毙，我重生了，重生回前世悲剧的起点选妃宴。皇后举办这场宴会名为赏花，其实是为了给三皇子挑正妃，而我作为当朝太傅之女，是皇后的首选目标。上辈子我就是在这儿摘下这支绿梅，成为三皇子妃，结果把崔氏全族都拉进了火坑。殿下来了。崔小姐所摘的绿梅是本王最喜欢的花，我们果真有缘分。这绿梅，殿下喜欢。梅香醉人，如崔小姐一般，内敛却自有芬芳。母后，儿臣已选中了意中人。宴会前，儿臣曾与母后约定，与我同样摘得绿梅的人，便是儿臣的正妃。如今崔家小姐摘得绿梅，请母后替儿臣与崔小姐赐婚。安郎，启禀娘娘，多谢殿下抬爱。只是这绿梅不是臣女所摘。你说什么？泼天的富贵就在眼前，你这辈子可得抓紧了。方才臣女见乔姐姐手上的绿梅好看，这才与她交换着赏玩，对吧，乔姐姐？姐姐害羞，不愿明说，但臣女不敢贪功，这才是殿下真正的有缘人。若一祝三殿下觅得佳人，良缘天定。乔月儿，这绿梅真是你摘的？启禀娘娘，绿梅确实是臣女所摘。不可能！我明明亲眼看见是她摘的。殿下莫不是看错了？今日我与乔姐姐都穿的绯色衣裙，隔着梅林，殿下认错了也是有的。我与乔姐姐二人互相印证，难道还能都弄错不成？殿下这般矢口否认，难道是不喜欢乔姐姐吗？还是说殿下嫌弃乔家门第低微，觉得六品编修之女不配为皇子正妃？原来三殿下今日是冲着崔家来的。如果真是以梅花选妃，怎么六品官的女儿拿了花，殿下就不认账了？这选妃宴看来不过是个幌子。安郎，难道你不愿意娶我？母后，请为我与月儿赐婚。既然是天意，那本宫就下旨为你们赐婚，册封乔月儿为三皇子妃。姐姐与三殿下情投意合，本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双。若仪恭喜姐姐了。
崔若仪，你到底在耍什么把戏？我明明看见那绿莓是你摘的。殿下，您真的弄错了。那只绿莓生得高，乔姐姐够不着，我便顺手帮她折了一下。你，再者，我自幼偏爱红色，院子里栽的皆是红莓，怎会去摘绿莓？殿下与乔姐姐青梅竹马，本就是良缘天定，臣女岂敢横插一脚？你撒谎！母后多次暗示过崔太傅，会选你为正妃。方才你只需顺着我的话点头，这正妃之位便是你的。你为什么要推给乔月儿？兜了这么大圈子，图的还不就是我崔家的权势？真把我当成随手揉捏的面团了。臣女不敢欺瞒殿下，乔小姐摘得绿莓，此乃天意。什么天意？我知道你委屈，可乔月儿出身低微，如何能比得过你？罢了，既然木已成舟，本王娶你做侧妃。你放心，她那样的家世绝不敢欺负你。本王保证，只要你嫁入王府，诞下子嗣，以后的太子妃之位只会是你的。殿下慎言，崔氏女绝不为人妾室，臣女也无意嫁入王府，还请殿下另择贵女吧。母后，儿臣有一个不情之请。方才选妃，儿臣险些误会了崔家小姐，心里着实过意不去。儿臣恳请母后册封崔小姐为……怎么连块玉佩都拿不稳？这可是定亲的信物，若磕坏了，我看你怎么办？定亲？你定亲了？既已定亲，你为何还来这选妃宴？殿下慎言，皇后娘娘只说是赏花宴，又没说过定过的不许参加。太傅夫人与母后素来交好，崔家议亲，母后怎会不知？崔若仪，你为了拒婚，竟敢当众撒下这种弥天大谎！把玉佩拿来，本王倒要看看是谁家给你订的婚。殿下自重，这是臣女私物。殿下当众强夺臣女的定亲信物，是想毁了臣女的名节，硬逼我就范吗？殿下自重，这是臣女私物。殿下当众强抢臣女的定亲信物，是想毁了臣女的名节，硬逼我就范吗？名节？崔太傅一生清流，若真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何须这般遮掩？你连对方是谁都不敢提，若不是撒谎，便是你不守妇道、私相授受。若仪，婚姻大事岂同儿戏？你口口声声说定了亲，到底是哪家公子？今日你若指不出来，单凭这殿前欺瞒之罪，本宫便饶不得你。崔姐姐，你莫不是因为殿下方才赐婚于我，你一时气不过，才故意编出这等谎话来赌气吧？闭嘴！说，到底是谁？崔若仪，只要你今日指不出这个人，这侧妃之位，你接也得接，不接也得接。萧齐安这厮是要硬逼着我入王府了。皇上驾到！前几日刚与宁国公世子定的婚事，殿下若不信，大可亲自去问。云郎，崔家丫头说这门亲事是跟你们宁国公府定的，朕怎么没听你父亲提起过？糟了，这玉佩是前些日子他在我家同兄长喝酒输掉的。谢云郎，看在兄长的情分上，你可千万得帮我把谎圆上去。回陛下，是真的。前日里两家长辈定下的，本想着过几天挑个良辰吉日下嫔，再昭告亲友，没想到若仪提前说了出来。这是给谢家长媳的玉佩，可不能轻易离身。荒唐！崔谢两家结亲何等大事，怎会连半点风声都没有？崔若仪，借着你兄长与谢世子交好，你竟敢在父皇面前撒谎，这可是欺君之罪！三殿下这般气急败坏做什么？臣的婚事难道还要先过问三殿下不成？安郎，崔小姐与谢世子郎才女貌，你为何非要苦苦相逼，追问个不休？难道你今日真正想选的正妃其实是崔小姐？若萧齐安再敢纠缠，便是坐实了他贪图崔家权势，将选妃当作儿戏的罪名。崔若仪，你为了拒婚，
竟敢拉谢家做局，你以为这样就能脱身？待本王入主东宫，你必会悔不当初。本王想要的人，就算他谢云郎八抬大轿娶回去，也未必护得住。谢云郎，你放肆！三殿下，臣是行伍中人，一向不怎么懂规矩。夜路风大，殿下还是留神脚下。你为了他跟本王作对，你谢家护得了他一时，护得了他一世吗？臣的未婚妻，臣自然可以护她一辈子。殿下若觉得臣护不住，大可带人来宁国公府试一试。微臣恭送三殿下。现在知道害怕了，当着帝后的面扯谎，可是欺君的死罪。云岚哥哥，我实在不想嫁入皇家，我也是走投无路。走投无路便拿我顶缸，你倒真会挑。今日宫中的男子，我就与你最熟，嫁给你总比嫁给三殿下强吧。云岚哥哥，你便看在我阿兄的面子上，帮我把这谎圆出去吧。你放心，这只是权宜之计。我发誓，嫁进谢家后，绝不干涉你的私事。等你有了喜欢的女子，我马上给你腾地方。吩咐别住！你把婚事当什么？买卖还是儿戏？那事后合理也行。崔若仪，你听好了，嫁过来就不要后悔。我谢家没有和离，只有丧偶。你既然敢当着皇上的面戴上这块玉佩，就要做好这辈子都别摘下来的打算。回去转告太傅，3日后宁国公府登门下聘。小姐，未央宫的陈公公带了礼，此时在正堂候着呢。太傅大人，三殿下宽宏大量，只说崔小姐若还有意嫁入三皇子府，她愿意请旨赐婚。陛下那她去解释，就说是小女儿家开的玩笑。劳烦公公回禀三殿下，崔谢两家婚约已定，崔氏女绝不可能做妾。太傅大人教的好女儿。这不是谢云郎前日输给我的那块玉，怎么跑到你身上去了？说来话长，父亲，女儿今日在御前扯谎，说已与谢家定亲，谢云郎当着皇上的面认了。我已经听说了，三皇子简直欺人太甚，我崔家的女儿岂容他挑挑拣拣？父亲，今日选妃宴，女儿看得真切，三皇子明明就心仪那个乔姑娘，一直与她眉来眼去，女儿这才换了手中绿梅。他想用婚事套牢崔家，为他夺仪铺路，却既要又要，享其人之福。父亲，若我今日点了头，崔家就会沦为他手里任意驱使的道，我们全家随时可能为了他那点私情粉身碎骨。父亲，妹妹说的对，三皇子就是想把我们崔家拉下水。既然已经得罪了皇后和三皇子，索性得罪到底，传话给门房，从今日起崔府闭门谢客，三皇子府的人若敢再来，直接乱棍打出去。去叫人套车，我要去一趟宁国公府。很快，崔谢两家交换了庚帖，
择了婚期，我只安心在家绣着嫁衣，等待大婚。可这日乔家人却突然上了门。老爷，小姐，乔小姐身边的嬷嬷带了人来，就在大门外，非要见小姐。打出去！一个6品官的女儿，就算攀上了皇子府，也没资格在我崔府门前耀武扬威。老爷，那嬷嬷手里捧着皇后的懿旨。明天是我们王妃出阁的大喜日子，王妃感念崔小姐那日让花之恩，特请崔小姐过府做宾驾，送我们王妃上花轿。她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让我女儿做陛下？太傅大人息怒，皇后娘娘有口谕，王妃初入皇家，恐礼数不周，特命太傅之女崔若仪从旁指点教导，随同送驾。拿皇后来压我，这是挖好了坑等我跳的。好，明日一早，我自会准时登门提点他。今日王妃出阁，还是崔小姐自个儿进去吧。旁人不知，我心里却清楚，这三皇子正妃的位置，原该是姐姐的。这碗甜汤，只当是妹妹的赔罪与谢礼。王妃好意，只是臣女喝不惯甜的，恐怕要辜负王妃的一番心意。姐姐总是这般高高在上。不过没关系，你不喝，我也有别的法子。萧启安这条疯狗，竟然敢强抢！扒了他的衣裳，把汤灌进去，那件备好的嫁衣给他换上，扔进我喜轿后面的粉轿里。殿下说了，既然他不肯做侧妃，那就跟我一起入府，做个随嫁的藤妾吧。怎么喜轿后面还跟着一顶粉轿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皇子迎亲，人家王妃贤淑带了藤妾一起入门呢。我真是大户人家啊！没想到乔大人一个6品官还这么有排场。新娘子出门，起轿。愿赌服输，昨日新得的，给你罢了。没想到你谢世子也有输给我的一天。兰花，兄长定是在外惹了什么桃花债，看我藏起来，到时候好好取笑他一番。希望安危能早些发现不对，不然一切全完了。今日三皇子娶妻，怎么送来了2个新娘子？诸位大人稍安勿躁，王妃贤惠，要带着同族的姐妹一起嫁入王府。崔若仪只要拜堂成了亲，崔家就只能乖乖向本王俯首称臣。本王不忍她们姐妹生分，准备禀明母后，给她一个侧妃之位。今日一起拜堂，也是象征着她们姐妹平起平坐，不分彼此。好狠的算计！只要今天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拜了堂，就算爹爹明天去金銮殿上告御状，他也大可把这事全推给乔月儿。除了认命给他做侧妃，我再没有第2条路可走。一拜天地，老实点儿！慢着！是谢云郎。谢云郎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今日本王大婚，你带人冲上喜堂是想做什么？殿下大婚怎么有2个新娘？不如掀开盖头，让大家看看这另一个新娘到底是个什么真面目。你胡言乱语什么？
臣听说乔府今日闹得鸡飞狗跳，太傅府的崔大小姐进绣阁做宾相，人却凭空不见了，怕是被哪个不长眼的把她当成藤妾，错押进了喜轿也未可知。世子这是做什么？光天化日，皇子迎亲，哪有人会认错新娘子？谢云郎，你敢在皇子府以下犯圣，你是想造反吗？三殿下棘手，若这红盖头下不是崔家大小姐，哼，臣自会去陛下面前领罪。放肆！你敢！这是本王过了明路的侧妃，岂容你一个外臣冒犯？是吗？可为何这侧妃穿的绣鞋与我未婚妻的一模一样？就连她右手手背上的那颗朱砂痣都在同样的位置。来人，把谢云郎给本王押下去！等拜完堂，本王亲自来审。我看谁敢动！云郎哥哥，救我！来人，叫大夫！谢云郎，你要在本王府上干什么？谁敢拦，我就砍了谁的手。诸位大人要给小女做主啊！乔玉儿借口请我做宾相，在绣阁里给我下药，强行将我塞入了喜轿。他们想瞒天过海，逼我拜堂，上面煮成熟饭。下药绑架，这可是太傅大人的千金啊！强取臣妻，简直闻所未闻。好一个三皇子，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逼娶臣妻，殿下眼中还有没有王法，有没有人伦？谢云郎，你少血口喷人！母后早有意将她许配给本王。崔若仪本就该是本王的妻子，本王今日用些手段娶她进府，有何不可？我何时成了你的妻子？我与谢家早有婚约，两家更帖已换，此事满朝文武皆知。殿下明知如此，还要骗我去乔府，设计将我迷晕抬进王府。今日若让你们得逞，我除了血溅喜堂一死了之，还能如何？妹妹，殿下是真心喜欢你的，他说了，我们俩不分大小，平起平坐。你这样闹，伤了殿下的脸面，也毁了你自己的名声。大家同是一夫，一起嫁给殿下不好吗？闭嘴！你真让人恶心。你跟三殿下还真是般配啊，一样的精于算计，自私自利。我崔家世代清流，绝不是你们能随意欺辱的。云朗哥哥，走，我们现在就进宫。今日之事，诸位大人皆是见证，我便是跪死在宫门前，也在所不惜。也要求皇上和皇后娘娘做主，不管你们怎么以权压人，我只要一个公道。陛下，崔家上下对陛下忠心耿耿，没想到三殿下居然会做出这样的事，他这是逼婚不成？他这是逼婚不成，便想要我女儿的命啊！崔家两代只有若依一个女儿，如今竟被豺狼盯上，还请陛下为老臣一家做主。你教出来的好女儿，这样歹毒的心肠，怎配为人？要我女儿去送嫁，却暗地里对她下药，将她绑上了花轿。我女儿是在你乔家出的事，今日你若不给我一个说法，我便不走了。陛下，
我们宁国公府满门忠烈。如今我儿成亲在即，三殿下却做出这种有失德行的事，还请陛下裁断。皇后娘娘看看，若依从小到大可曾受过这种委屈？你先别急，有话好好说。此事怕是有什么误会。齐安这孩子向来知分寸，想必是底下的奴才没长眼，错把若仪当成了藤妾，押上了轿子。误会？这样要命的事，娘娘一句误会就能接过了吗？若仪已与宁国公府定亲，更帖都换了。今日若不是谢世子带人破门而入，若仪就要被强按着在三皇子府拜了堂。夫人慎言，此事本宫自会查明，定会发落了那些不知轻重的奴才，给崔家一个补偿。补偿？三殿下这般强抢臣妻，将崔家谢家的脸面踩在脚底，更将皇家的颜面置于何地？娘娘今日若不给个交代，臣妇这边去敲登文鼓，臣妇宁可带着女儿一同吊死在午门外，也绝不受这份折辱。把三皇子和皇子妃宣进宫来。你怎么敢做出这种事？皇家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。母后，是殿下命我做的。闭嘴！你身为皇子正妃，本该谨言慎行。我只是让你负责择选侧妃之事，什么时候要你用这样的手段了？本王是说过心仪崔小姐，可没有让你毁她的清白。你这样的德行，怎么配做我的正妃？安郎，不是这样的。月儿，你做下的错事就得认，否则谁也帮不了你。都是妾身的错，请母后恕罪。乔氏德行有失，不配为三皇子正妃，降为侧妃，禁足王府反省，无旨不得外出。若仪，都是这乔氏惹下的祸。阿儿对你一片痴心，所以乔氏才误会了他的意思，以为将你娶进府便能哄他开心，实在是个憨傻的。都是误会一场，幸亏你无事，否则本宫怎么向崔家和宁国公府交代呀？你自己看看，太学学子联名，御史台死谏，全是在骂你罔顾人伦，行事下左。你父皇今日在御书房把砚台都砸碎了。母后，是崔太傅暗中使绊子，谢云郎带兵强闯皇子府，目无王法，父皇为何不罚他们？罚他们？崔家现在是苦主，你用迷药强抢崔家嫡女，简直是昏了头了。你当崔家是什么小门小户吗？崔家势头再盛，也不过是臣子。再说了，儿臣早说过要娶崔若仪，若不是他当日在梅园故意给我难堪，把正妃之位推给乔月儿，儿臣何至于出此下策？闭嘴！本宫费尽心思才给你定下这门婚事，若你娶不到一个出身高贵的妻子，太子之位你就别想了。淑妃、德妃，哪个不是名门之后？他们生的儿子都是你的劲敌，只要生米煮成熟饭，你那叫自掘坟墓。母后救我！事到如今，只有赶紧再娶一个高门贵女回来。乔氏已经降为侧妃，正妃之位空悬，本宫明日便去求太后出面为你赐婚。再娶，崔谢两家的婚期已定，这京城里还有哪家贵女能大过崔家？本宫自有人选。这一次要是再搞砸了，谁也保不住你。如今正妃降为侧妃，以后要我怎么在王府立足？我虽然出身卑微，却也是要脸面的。你如果不想娶我，那人就不该选我。难道当初那只绿莓是你摘的吗？那本来就是崔若仪摘的。
以为本王不知道你偷梁换柱的事。偷来的正妃之位，本来就不是你的。如果不是你抢了这个位置，后面怎会发生这么多事？罪魁祸首就是你！小姐，这是王府稻叶香的婆子从后门暗中递出来的。上辈子萧齐安逼我喝下制酒时，字字句句都在为乔月而诉冤，我还当他们情比金坚，生死不渝。如今才在一起多久，怎么就相看两厌了呢？春柳，继续让人盯紧三皇子府，有任何风吹草动都要来报。是。母后，齐安这正妃的位置还空着，儿臣想求您给赐婚，把昌宁家的大君主许给齐安。皇嫂这算盘打得可真响。齐安刚在喜堂上跟谢家动了刀子，又闹出强抢崔家大小姐的丑事，现在你让我把亲女儿往火坑里推。公主说话当心，齐安可是中宫嫡出，他正妻的位置，外头多少人挤破头都求不来。谁稀罕谁去求？我女儿金枝玉叶，凭什么去给一个六品官的女儿当遮肘布？更犯不上跟个贱婢去抢男人。行了，都少说两句。昌宁家又不是只有一个女儿，我看莹儿那孩子就挺好。母后说的对，莹儿这丫头模样好，脾气也好，驸马捧在手心里宠大的，配三皇子绰绰有余。一个庶出，怎么配当皇子的正妃？皇嫂，你要娶的是我和驸马的女儿，管她生母是谁，都是宗亲贵女，嫡出庶出又有什么要紧？母后，莹儿虽说不是我生的，可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。只要您老人家亲自下一道赐婚的懿旨，名正言顺，谁敢说半个不字？行了，齐安是哀家的亲孙子，莹儿是哀家的外孙女儿，这门亲事也算门当户对。传哀家懿旨，封莹儿为柔家县主，赐婚三皇子。皇后，你给哀家听好了，莹儿金尊玉贵，老三要是再敢闹出什么幺蛾子，哀家第一个饶不了他。这珠钗本就是一对，拆开多可惜。崔小姐，不如把你那只给我凑个对儿，回头我再挑一对好的送你，怎么样？县主说的对，这成双成对的东西，到时候一只留在王府，一只带去国公府，多不吉利呀！上辈子从未有过这桩赐婚，驸马可是太后娘娘的亲侄子，谢云览的二叔，谢莹这般尊贵，为何非得趟这趟浑水？难不成还真看上萧齐安了？县主马上就是皇家的人了，也该大度些。不如把你这只给若仪当天装，等过2天她成了你嫂嫂，我让她把国公府那对红宝石的钗给你送去，不也是成双成对的好兆头？那就多谢县主了。都怪你出的馊主意，害我在这丢人现眼！你说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都给我闭嘴！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在太后宫里闹，嫌命长是不是？要是再传到父皇耳朵里，我又得跟着倒霉。
还害怕吗？现在你可是宁国公府的世子夫人了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这世上就没人敢动你一根头发。云兰哥哥，我知道这门婚事一开始就是为了帮我解围。你放心，既然我嫁过来了，肯定把家里上下打理好，当好这个世子夫人。要是以后你碰上真心喜欢的女子了，我马上跟你和离，绝对不碍你的路。看来那天在马车里跟你说的话，你是一句都没往心里去啊。谢家没有和离，只有丧亡。这辈子世子夫人这个位子，只能是你崔若仪的。我这不是怕委屈了你吗？委屈？我要是100个不愿意，就算太傅拿刀架在我脖子上，我也不会在皇上面前认下那块玉佩。崔若仪，从你把我那块玉佩拿走那天起，我就没打算再放你走。县主，吉时马上就要过了，您赶快起轿吧。急什么？那天在太后宫里，崔若仪当面抢了我的珠钗，她连个屁都不敢放。今天三皇子要是不在府门外，老老实实多等我半个时辰，把我的面子给挣回来，这花轿本县主就不上了。既然礼成了，去把那个乔侧妃叫出来，让她当面给本县主敬茶。姐姐，请喝茶。一个贱婢也配叫本县主姐姐？重道！莹儿，玉儿是为了替我受过才降为侧妃的，你刚进门就这么刻薄，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夫君？殿下跟我摆什么谱？一个妾室而已，在新婚之日，你为了她当众打我的脸。嫁个没前途的皇子也就算了，后院还养着个宠妾。要是真让乔玉儿生出个一儿半女的，那还得了？县主，那乔玉儿算什么东西，也配碍您的眼？依老奴看，这事儿得斩草除根，永绝后患才好。去厨房熬一碗浓浓的红花汤，今晚我就断了那个贱婢的念想。你们干什么？殿下就在前院。县主发话了，王府得长子，只能从正妃的肚子里出来。侧妃娘娘，您就安心受着吧，这可是咱们县主赏您的见面礼。殿下救命啊！侧妃娘娘腹疼难忍，怕是小产了。殿下，侧妃被人灌了大量的红花汤，胎儿刚满1个月，保不住了。侧妃娘娘本就身子弱，这剂猛药下去，怕是以后都难生养了。安郎，咱们的孩子，你的第一个孩子没了。安郎，你要为玉儿做主啊！降妻为妾，玉儿认了。可县主为什么要害咱们的孩子？那也是陛下的皇孙啊！怎么，殿下是要宠妾灭妻？我这个正妃肚子里还没动静，她一个妾室，居然想赶在我前面生下皇孙！毒妇，你竟敢谋害皇嗣！殿下想定我的罪，行啊，去把我爹娘请来。萧启安，别怪本县主没提醒你，你还没当上太子呢。殿下要是对我不满，现在就写休书，我今晚就搬回公主府去。
侧妃娘娘，殿下带着县主进宫去给皇上和皇后娘娘请安了。你说什么？殿下跟他进宫了？是，殿下和王妃穿戴齐整，这会儿已经上了马车。侧妃娘娘还是安心养身子吧，殿下的长子只能从我们县主的肚子里出来，你区区一个侍妾，也敢妄想生下庶长子？滚出去！这是我的屋子。难不成你以为你在这儿哭闹几声，就能让殿下惩罚县主？你一个贱婢出身，也敢跟我们县主争宠？不妨告诉你个准信儿，你这辈子都别再想有孩子了。绝子药，你们居然敢跟我喝绝子药！我也是上了皇家玉蝶的侧妃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哼，狐妹子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今天留你一条贱命，已经是我们县主大发慈悲了。侧妃娘娘就在这屋里，好好享受殿下的恩宠吧。世子怎么紧张成这样？夫人有了身孕，母亲在家千叮咛万嘱咐，马虎不得，我可得好好盯着。去拿些姜香梅子来，给夫人解解腻。世子夫人这身子可真够金贵的，搞得好像谁没生过孩子似的。不就是有了身孕吗？也犯得着这么张扬？瞧瞧，同样是怀过身孕，有的人呐，偏偏就没有这样的好福气。是啊，我小产伤了身，不能侍寝，没有身孕也是理所应当。倒是县主夜夜承宠却没动静，还是早点叫太医来看看吧，别是有什么毛病。住手！侧妃说的在理，来人，去请太医来看看。太医可得给我好好把脉，要是胡乱诊出什么毛病来，本县主饶不了你。县主，还请换只手。还请三殿下伸出手，让微臣请个平安脉。看他就看他，扯上我干什么？皇后娘娘，三殿下和县主像是误食了什么虎狼之药，竟然都是绝嗣的脉象。太后驾到！绝嗣，不可能！本县主身体好得很，常回前可是把过平安脉的，绝对没问题。太后娘娘、母亲、爹爹，有人要害我，你们要给莹儿做主啊！侧妃之前都有过身孕，我怎么可能决策？怎么，只许你们给别人灌绝子汤，这事儿落到自己头上就受不了了？是你，一定是你这个贱婢下的毒！空口白牙的，县主可别在这儿乱咬。太医院院判何在？给本宫查！当众验看他们二人究竟碰了什么脏东西。殿下，您身上好像有一股异香。这是王妃前几日亲手修给本王的。这是我去白云观求来的送子符，里面装的都是安神的药，每天就挂在殿下和我自己的床头上，绝对不可能有毒。回太后、皇后娘娘，这黑粉是西域的极寒之物，叫枯根草。这草平时看不出颜色，混在香料里只会散发出一股异香。要是天天闻着，用不着2个月，不管是男是女都会绝了子嗣。不可能，这香囊是我身边的嬷嬷亲手配的。拿人！说，这绝子药到底是哪儿来的？
娘饶命啊！老奴真不知道这是绝子药。半个月前，老奴去王府库房取沉香，正好碰见侧妃院里的丫鬟巧儿。巧儿说这是太医院新配的助孕香粉，侧妃娘娘用了特别管用。老奴一时贪功，就想着让县主早点怀上嫡子，便偷偷拿了些，掺进了县主和殿下的香囊里。搜身！禀太后，正是此药。你敢害我！你这是借着我的手断了殿下的子嗣！贱妇，你竟敢害县主！长公主这是心疼女儿了。那天晚上，她让人按着我的手脚给我灌下那碗红花汤时，怎么没人来心疼我和孩子的死活？难不成这天底下就只许你给我灌红花汤，我就不能给你下药？丧子之徒，殿下不肯为我做主，那我只好自己讨个公道了。安郎，你可是说过要护我一生一世，要跟我同甘共苦的。我痛失子嗣，你却连去问罪的胆子都没有。如今可好，我们3个都断了子嗣，谁也别嫌弃谁，你高兴吗？齐安！太医，快救人！我兄长皇子飞了，我要和离，我要把这个贱人千刀万剐。爹爹，都是这个下贱婊子，他毁了我一辈子，你要给我做主啊！要不是三皇子宠妾灭妻，把这贱人捧上了天，他怎么敢做出这种事？母后，陛下，银儿可是你们看着长大的，她刚进门就遭了这毒妇的暗算，以后这日子可怎么过呀？我女儿绝不能跟一个掉断了后的男人绑一辈子，必须和离。你们公主府和谢家还有没有王法？齐安可是陛下嫡出的皇子，岂容你们肆意侮辱？陛下，太后娘娘，你们要给齐安做主啊！皇后娘娘若讲王法，那你这强抢臣女、宠妾灭妻的儿子，又该按哪条王法论罪？到底还能不能治？殿下，这药毒性极寒，您又天天闻着，毒已经进了肺腑，微臣实在没本事，这毒已经治不好了。滚！贱妇，你断了本王的大业，本王今日就活剥了你！殿下不能杀我，你还有后。你已经小产了，谢颖也回了公主府，太医都说我这辈子生不出孩子了，本王哪来的后？乔星儿，妾身的淑妹乔星儿，她肚子里有您的骨肉。大姐姐饶命！你要是敢往外吐半个字，
我明天就让人把你那个病狗姨娘卖进娼馆。滚回你的院子去，就当今晚你没出过门。那天晚上之后，希儿的月事就再没来过。前几天我娘偷偷请了郎中，已经诊出来是喜脉了。我本来想偷偷给她灌落胎药，还没来得及动手，就赶上殿下您大婚了。殿下您自己算算日子，可不正好是2个月前。来人，备马车，去乔家把乔杏儿给我带过来。禀娘娘殿下，确实是喜脉。按日子推算，已经有2个多月了。把乔欣儿安置在西暖阁，挑几个嘴严的、懂药理的嬷嬷，12个时辰不错眼的守着。她要吃的东西，验过3遍才能入口。暂且留着你这条贱命。要是你妹妹肚子里的胎儿有个3长2短，本宫就活刮了你们乔家满门。谢母后恩典。在这府里，只要还有乔家的血脉，我就还有翻盘的机会。姐姐，你别过来！太医说我怀了殿下的骨肉，你不能再欺负我了。你躲什么？星儿，你现在可是咱们乔家最大的功臣，姐姐疼你还来不及，怎么会欺负你？你以为怀了孩子就能安稳了吗？你当那县主真就心甘情愿地滚回公主府了？县主不是已经把嫁妆都搬走了吗？她走是咽不下那口气，可你别忘了，她也被查出绝嗣了。一个生不了孩子的女人，就算有公主府撑腰，以后还能嫁进什么好人家？你怀孕的消息很快就会传遍皇宫，要是你10月怀胎生下个男孩，那就是皇后唯一的指望。你信不信，皇后会去说服公主府，让谢莹回来当这孩子的嫡母？县主的手段你也听说了，新婚夜都敢直接给我灌红花汤。她要是回来当了这孩子的嫡母，你这个亲娘还能有活路？大姐姐，那我该怎么办？咱们是亲姐妹，骨血相连。现在乔家正面对着抄家灭族的死局，你只有保住我，咱们姐妹俩互相帮衬，才能在王府里站稳脚跟。等你这胎生下来，只要是个男孩，有咱们俩联手，谢莹就算想回来，也得掂量掂量。我听大姐姐的，咱们必须得一条心。殿下，妾身命苦，如今大姐姐犯了错，妾身不敢求殿下宽恕她，只求殿下看在骨肉亲情的份上，在孩子出生之前留大姐姐一条命，让她在这儿陪着妾身安胎，不然妾身天天担惊受怕的，只怕这胎也保不住。殿下，皇孙要紧啊！乔侧妃虽有错，但既是亲姐妹，欣儿小姐要她陪着，您就先应下吧。就让她在你跟前伺候。要是你肚子里的孩子有个什么好歹，立刻拖出去杖毙。
怎么回事？这都多久了？怎么夫人的孕吐还是这么厉害？你开的那些安胎药到底是干什么吃的？回大人，药方都是清淡好刻画的。清淡好刻画？他昨天连喝口白粥都吐得干干净净，你是想饿坏他吗？世子爷息怒，夫人这胎相很稳，只是每位妇人害喜的反应不一样。夫人脾胃娇弱，这几天只能先进些清淡好刻画的流食，慢慢调理。云郎哥哥，别难为大夫了，我没事，就是嘴里没味儿，总觉得腻得慌。你想吃什么？我去成都那家你最喜欢的果子铺，给你买酸梅干好不好？不想吃那个。小姐，三皇子府传出来的密信。皇子府西暖阁凭空多出来个孕妇，2个多月。怎么，这月份不对？云郎哥哥，你还记不记得谢莹是什么时候嫁进皇子府的？3个月前。没错，谢莹大婚那天晚上就给乔玉儿灌了红花，然后就在萧齐安的安神香里下了绝子药。萧齐安从那时候起就已经中毒了。乔欣儿这身孕是在选妃宴之后，萧齐安大婚之前怀上的。那段时间，萧齐安正为了我没接他的绿梅，又不得不娶乔玉儿的事儿，被御史弹劾的焦头烂额，甚至被皇上禁了足。一个被禁足、满心不甘的皇子，会在那个节骨眼上偷偷跑去乔家，去睡一个平时连正眼都瞧不上的庶女。这孩子来的也太巧，太邪门了。萧齐安刚被太医断定绝丝，乔家就跟变戏法似的，给他变出来一个亲生骨肉。乔玉儿心机深沉，乔欣儿却是个没脑子的，这中间肯定有猫腻。你安心在家养胎，我这就去调暗卫，好好查查这位乔家庶女。主子、夫人，属下查了乔家这半年的采买和后门出入记录。2个多月前，乔家有个采买木头的老头，每隔3天就会偷偷去一趟城南。城南桂花巷住着位书生叫李长瑞，平时靠替人写信糊口。暗卫抓着他的时候，他正拿着钱准备跑路呢。供词上怎么说？那李长瑞是个软骨头，稍微吓唬2下就全招了。他跟乔欣儿早就有了首尾，那手帕就是信物。2个多月前，乔欣儿发现自己没来月时，偷偷找郎中把了脉，确诊了身孕。乔欣儿一个不受宠的庶女，未婚先孕，要是被乔家发现了，肯定得沉塘。正好碰上萧齐安微服去乔宫私会，还喝得烂醉。他怕死，就大着胆子爬了萧齐安的床，想混淆视听。我说乔玉儿怎么这么蠢，敢给三皇子下绝丝药，原来早就留了后手。乔家现在陷入死局，他就拿这个野种当筹码，逼着乔欣儿李代投降，把一个穷酸书生的野种硬生生栽到了三皇子头上。我这就带着这书生和共治连夜进宫面圣，混淆皇室血脉，这可是诛九族的死罪。等等，现在去揭穿萧齐安，顶多算个被女人骗了的受害者，皇上没准还会觉得他可怜，甚至因为他绝了后，心里对他生出几分愧疚和补偿来。云兰哥哥，他逼我为妾，辱没咱们2家的名声，这笔账不能就这么轻飘飘的算了。好，你想怎么做？先把那书生关起来，好吃好喝的供着，别让他死了。皇后最近不是屡次拿这个唯一的骨血当借口，想让皇上解了萧齐安的禁足吗？我要让萧齐安以为自己有了后，等他把那孩子捧上天的时候，再给他重重一击。陛下，如今乔家那姑娘肚子里怀着三殿下的骨血，这可是殿下这辈子唯一的血脉了。臣恳请陛下念在皇嗣为重的份上，解了三殿下的禁足。陛下，
臣以为尚书大人说的有理。太傅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三殿下虽然有错在先，可皇室血脉乃国之根本。如今殿下遭逢大难，子嗣艰难，乔氏肚子里的孩子是三皇子唯一的独苗。臣以为，陛下不仅应该解了殿下的禁足，更应该厚待乔氏，务必保这唯一的血脉平安生下来，稚子无辜。崔家虽然跟三殿下闹过不愉快，但在皇嗣大祭面前，崔家这点私怨根本不值一提。太傅宫中体国，朕心里宽慰的很。传旨，解三皇子禁足，赏赐乔欣儿100年老参、血燕等安胎之物，让太医院院判亲自去看着这一胎。要是真生下个男婴，就给乔欣儿一个侧妃的名分。凭什么？这狸猫换太子的主意是我出的，欺君的死罪也是我担着。现在翻盘了，他倒想把所有的恩宠都给那个没用的庶女。主子，安胎药熬好了，按您的吩咐加了极少量的血红草。太医验不出来，但这东西吃久了，生产的时候肯定大出血，去母留子，它也就剩下这点用处。星儿，该喝安胎药了。大姐姐，我刚才喝了燕窝，现在实在喝不下去，这药要不先放着吧。良药苦口，这可是院判亲自开的方子，怎么，你还怕我在这药里动手脚害你不成？好好养着，等你把孩子生下来，姐姐一定会好好替你照顾他的。等孩子落地，我肯定活不成，我得找到李郎，只有他能救我。娘，救救我！大姐姐要杀我！您把这个偷偷送到城南桂花巷的李郎手里，让他赶紧想办法带我走。你说什么？乔家那个上不得台面的庶女怀孕了，太医确诊了。回县主，千真万确，三殿下已经向皇后娘娘请了旨，说等那乔欣儿生下男婴，就立刻请封世子。乔玉儿不仅没死，现在在皇子府里借着妹妹的肚子，活得风生水起啊！不，我绝不让他们如愿。他萧启安既然绝了后，就该断子绝孙，他凭什么还能生出孩子来？嬷嬷，咱们以前在皇子府收买的那个丫头，是不是还在？还在。你把这些钱拿去给她，告诉她，我要那个孽种死在娘胎里。县主，使不得啊！若被查出来，你只怕要被深责的。我现在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只要手脚干净些，难道萧志安还敢要了我的命不成？那孩子要是生下来，就是活生生扇在我脸上的巴掌。我要萧启安亲眼看着他最后的指望化成一滩血水。这汤里有红花，有人要在汤里下药杀我的孩子。不光是大姐姐要我的命，这府里还有别人也想要我死。来人啊！来人！主子怎么了？我肚子疼，快去请殿下，去请太医。
大半夜的，这是打算去哪儿啊？别杀我！救救我！这孩子不是三殿下的，是李郎的，一切都是我大姐姐的阴谋，是她逼我爬床的。求求你们带我走，我什么都找。父皇，你要为儿臣做主啊！谢莹那毒妇买通丫鬟下毒未遂，竟然联手宁国公府，半夜把杏儿劫走了，那可是儿臣唯一的骨血啊！传旨，选崔太傅、谢云郎进宫对质。谢云郎，你把杏儿藏哪儿了？陛下，臣确实带走了乔杏儿，不过臣不是劫人，而是为了保全皇家的名声。要是臣再晚去一步，三皇子府可就要闹出私通的丑闻了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带上来！杏儿，杏儿，你没事吧？陛下，民女有罪，民女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三殿下的。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他叫李长瑞，是个落榜的书生，故他早有私情，3个月前就诊出喜脉了。是我大姐姐乔月儿为了保命，逼着我穿上她的衣服，爬了殿下的床。她拿我生母的命要挟我，逼我把这野种栽到殿下头上。不可能，他也把过脉的，月份是对得上的。陛下，这是李长瑞的供词和信物。乔欣儿怀孕的日子比三皇子大婚早了整整10天，只有10日。太医要是不知道内情，排脉的时候稍微一疏忽，很容易就看走眼了。传院判，重新把脉。回陛下，月份确实早了半旬，而且什么？而且这胎气弱得很，只怕中了毒。这毒每次下的量极少，发作的慢，平时急得难察觉出来。可要是天天喝，到了临盆那天，必定难产血崩。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这大姐姐是乔月儿天天逼我喝的安胎药，她就是想去母留子，等我生下孩子就杀我灭口。贱人！你们乔家全都是贱人！我杀了你！野种，全都是野种！混账东西！这就是你求着朕要保的皇孙！把那个乔月儿给朕拖上来！皇后娘娘救命！都是杏儿这贱蹄子耐不住寂寞，在外头偷人。妾身真的一点都不知情啊，是他怕死才故意泼我脏水的。陛下，臣有本要奏。三皇子萧齐安为一己私欲，不惜混淆皇室血脉，欺君罔上。其侧妃乔氏心如蛇蝎，谋害皇嗣未遂，又构陷宗亲。此等罔顾人伦、败坏朝纲之举，若不严惩，何以正国法？臣等附议，恳请陛下严惩三皇子，诛乔氏满门，以儆效尤。陛下，齐安也是被这奸妇给骗了呀！他断了子嗣，受了刺激，脑子糊涂了，才让这奸妇钻了空子。陛下，齐安可是您的亲骨肉，求您看在臣妾伺候您多年的份上，饶他一命吧。被骗！若非你一再包庇，帮他瞒天过海，甚至不惜将这野种当成筹码在后宫造势，逼朕解了他的禁足，这满朝文武怎会把朕当成一个笑话来看？你这毒妇，为了保住你儿子的储位，连皇家血脉的真假都不管了。来人传旨，皇后失德，纵子行凶，混淆皇家血脉，从今天起收回凤印，禁足未央宫。没有朕的旨意，任何人都不许探望。萧齐安，你再也翻不了身了。夫人，
宫里旨意下来了。三皇子的裁决出来了。三皇子萧齐安德行有亏，混淆宗室血脉，欺君罔上，废除皇子爵位，贬为庶人，即日押往皇陵，终生看守先帝陵寝，永世不得回京。乔家全族革职抄家，下了大狱。乔月儿因为欺君的大罪，已经被鸩酒赐死了。至少这辈子抄家灭门，被灌毒酒的，终于不再是我崔家了。最后一道旨意是长公主府的，柔家县主谢莹言行无状，德不配位，赤夺县主封号，即日送往城外皇寺祈福。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，就是突然觉得嘴里有点泛酸，想吃夫君亲手做的甜汤了。好，要甜的，我多给你放几勺蜜。一切尘埃落定，我终于从前世的梦魇中走了出来，可以好好过自己的日子了。